想看 Porter 老師針對八炯的統戰紀錄片影片的感想，順便幫忙推一下，讓更多台灣人知道中共的統戰滲透有多噁心。有啊，第一時間我有發文推薦大家趕快去看。各位朋友這幾天應該有去看了吧？八炯和閩南郎那部統戰紀錄片上集還沒看過的朋友，等本周粉紅套包看完之後，可以接着去看。我事前就有聽八炯說過，實際看完之後也覺得這企劃真的是用生命在拍片，內容相當精彩，直接把共匪對台統戰的證據攤在陽光下。我看完也忍不住自告奮勇，幫忙做了英日西字幕，想說讓海外的觀眾也有機會了解到中共滲透的手法。說真的，連我做自己的影片都沒那麼認真，還弄到雙外語。後續第二集據說更精彩哦。不過那次聽八炯說月底才會上，他還有一些暗裝在牆內的樣子。而這幾天也陸續看到不少觀眾朋友跑來我頁面留言跟我說，現在再回來看，真是早就知道，厲害，這是真的，好恐怖。預言家，那些當日攻擊波特王的人都是身上有屎，哈哈。先知回來了，預言成真，先知波特王有穿越能力，噓，別說了。等引來時空管理局的幹部就不好了。先知總是孤獨，的確有親身體悟到這句話。有時候走太前面了，太冷了，不小心還可能會心寒到被凍死。這段期間 ，Porter 老師忍辱負重，還是繼續更新影片，因為我知道中共對台滲透不會停，以及那些攻擊我的人啊，就是希望我閉嘴，不要再談。但現在回頭來看，對不對？時間拉回到半年前，看一小段就好，回憶一下 Porter 老師當時怎麼說的。台灣會陸續有網紅到中國旅遊拍片，預計有10組人，招待主辦單位之一是海峽兩岸青年協會，邀約名義是兩岸青年文化月，大家之後可以留意一下。雖然到時那些接受互惠的台灣網紅，他們到中國的旅遊影片，我想各位可能也看不出來他們是被邀約去的，因為我有看過對方去年合作過的示範影片，內容真的完全不談政治，也不用放連結網址，而合作的創作者類型也從旅遊、美食、美妝等等都有，可以說是非常軟性地宣傳中國觀光。這也是我認為最令人擔憂的地方，因為這種統戰手段相當隱蔽，是利用文化、經濟和媒體等非政治領域來進行影響，使得參與者本人有時難以意識到自己被利用來達成政治目的。那我話不想說太重，點到這裡就好。總之下半年各位可以接着看，我這段話就當預言，但我這邊就是真的有料才會拿出來講。若這局能被我說破，自然是最好；若不能，就當作讓各位朋友心裡都有個預期。當然，我不是說接下來訪中拍片的就一定是免費去，但確實有這回事正在進行，也讓各位知道中共國務院就是有撥預算，要砸錢來對台灣文化統戰。回顧完之後，大家再自行思考一下，這半年來台灣發生的事情，以及到本月八炯的揭露紀錄片，是不是有呼應？是不是再次被證實？當時一堆87還在幫着阿共欺負 Porter 老師，我是站在你台灣這邊的呢，被粉紅罵就算了，要幫台灣人還要被部分的台灣人罵，心疼啊，心疼的抱住我自己，趕緊聽個片頭曲暖心一下。每周送關懷，滿心送關愛，粉紅特報充滿愛，趕快訂閱起來，有孔不入，會對付我，別說態度，公眾要走入了啦，那次不如在這打入。大家好，歡迎回到本周風投報，我是各位最好的魯共投資顧問 ，AKA 魯共預言家 Porter 老師。那雖然八炯的統戰紀錄片上集曝光中共真的會花錢對台買網紅來帶風向，進行認知作戰，但儘管手法跟證據都擺在眼前了，中共對台滲透行動也依然還在持續進行。網絡上有不少網友轉發分享自己收到的統戰團邀約，可見共黨臉皮之厚，底褲都被扒開了，還繼續裝沒事。此外，大家最近可以留意一下那些明明沒有提到他們，卻
急着攻擊八炯、閩南郎的人是誰？看看是誰都在替中共洗地的，看看都是什麼人，以及是什麼媒體，一些匿名粉專也有，都接連跳出來洗。第一集影片沒人提到館長，結果館長自己跳出來罵八炯是編劇家，以及我國藍營立委徐巧芯、葉元之、藍營議員詹江春，當然也少不了法院認證的匪台中天新聞、小草網紅夜市特工，還有小草匿名粉專，這個缺少邏輯思考的有一說一啊，還在那邊林姐辛苦了，建議國安單位應該要主動去查一下這個匿名粉專到底是誰。林姐叫得這麼熟，紀錄片中提到的林進東所屬單位是海峽島報，隸屬於福建日報，此報社直屬中共福建省委會，也就是中共黨媒。那跟大家報告一下，今年總統大選期間，指動新傳媒有限公司負責人林憲元，以及自稱是民調專家的退休副教授蘇雲華，這兩位接受中共指示，捏造不實總統大選民意調查9次，試圖影響台灣選舉。這兩個人是已經被判刑的哦。而剛前面我們說到的林進東，也被法官指出是那兩位被判刑的台灣人的中國窗口。換言之，林進東就是中共對台滲透窗口之一。這樣的人，小草在那邊喊林姐，用白裡透紅嘛。而且從這判決也能看出，中共是很想替國民黨拉票的。法院審理時，被告自己也說出，北京國台辦陳彬華這位中共官員說有收到中共官員請托，希望要讓國民党的候選人的民調數據好看漂亮。那我們就想一下，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要幫中國國民黨做好看的民調呢？很可疑嘛，是不是有利益關係？不然中共怎麼不幫民進黨做好看的民調？各位觀眾朋友，除非你是紅統派，你想被中共侵略，除非你是想過上新疆集中營的生活，不然各位台灣人下次投票真的要三思。是說林進東這粉紅也蠻好笑的，被揭露之後啊，氣急敗壞，翻牆在臉書上連發數篇文要洗地。挑這篇最奇葩，帶各位一起笑一下。他說，號稱民主自由的地方，連收不收錢的自由都沒有，收了說你被收買，不收說你被白嫖，橫豎就是要霸凌你就對了。他這意思是什麼呢？意思就是說，你台灣人號稱民主自由的地方，但你台灣人居然沒有收紅錢的自由，這要多八七才有辦法說出這種話，這叫叛國罪，你懂嗎？看到真的會想說，吳志成這樣是在反串嗎？啊，你中共不是說你們中國也有民主自由？那你們怎麼連投票的自由都沒有？怎麼連你上臉書都還得翻牆？還是因為你是中共黨媒的人，所以上外網不用翻牆？那你一般牆內中國人民上網的自由又在哪？他們想看統戰紀錄片完整版的自由又在哪？這粉紅寫這麼多屁話也情勒不了台灣人，只讓人覺得你很可笑而已。洗地的還有很多啊，像這幾個匿名粉專鬥陣講新聞跟政客爽，話說那些網軍編造的事等等，甚至中共黨媒節目今日海峽都主動跳出來洗。那為什麼說今日海峽是中共黨媒？因為它背後是福建省廣播影視集團，而福建省廣播影視集團的上級就是中共宣傳部。那大家都看到了，每個都超級，沒講到這些人都自己跳出來洗，講這些還只是一部分而已，還有那些正在對岸舔共的台灣網紅也是。而我們不要被模糊焦點，我們要回到原點思考一件事：統戰紀錄片上集是揭露中共獨裁政權買台灣網紅拍影片帶風向，除了中共當事人之外，為何其他那些人都沒被提到卻如此着急？相信聰明的各位心裡也有答案了。上次是我當出頭鳥，那經歷過那些攻擊之後，我知道他們接下來一定會繼續洗，那些協共人士的洗地不會停，甚至各種人身攻擊、造謠 P 圖都可能出現。而這次換八炯替我們各位出頭，我們務必撐住他，我們不要讓勇敢的人感到孤單，我們要支持他。這幾天已經很多沉不住氣的協共人士在那邊跳腳，後續我們可以等第二集紀錄片上映之後，回頭來看那些人的嘴臉，就知道多有趣了。第二集的預告片中啊，還有出現南投縣長許淑華，以及要一國兩制的王金平，正關在土城的柯文哲，新黨主席吳成典，在牆內開節目舔共的穆玉明等人的名字。在當今的時空背景之下，這些台灣政客居然還送賀卡祝賀中共黨媒週年慶。10年前你說這世界還在慶中階段，當時以為習總上任會帶領中國越來越開放也就算了，很多人都被騙，世界各國的領袖也被騙。而10年後大家都看懂了，世界局勢也改變了，歐美各國還都通過動議聲明2758號決議不涉台。在現在這種情況下，你還在祝賀中共黨媒？當今的中共黨媒越順利的話，對台灣越不利。都要2025了，是什麼樣的人會去祝賀獨裁黨國媒體？而且還是近年來
來一直對台灣軍演威脅的獨裁黨國。這邊也補充一點，剛提到還有很多統戰團在邀約台灣人赴中國旅遊。之後大家如果看到那種邀約案，就貼八炯那部紀錄片給他看，一定要讓更多台灣人清楚明白，現階段中國就是敵國，以及對岸是人治社會，什麼時候抓你完全看心情，不要貪小便宜賭這個，萬一不小心被抓了，真的是很難被救回來。像今年10月中，我國就有3位信仰一貫道的台灣人去中國旅遊，結果莫名遭遇中國公安逮捕，而這3人平均年齡70多歲哦。據了解，他們只是過去陪當地人讀一貫道經書，去宗教交流的。但這3位台灣人就這樣莫名被抓了。10月被抓之後，現在還囚禁在中國回不來。而實際到底是什麼原因要被逮捕，中共也不告訴你，反正就先關着。所以他們台灣的家屬就很着急，但也沒有什麼辦法。我自己在猜，那3位台灣人手機可能有什麼比較敏感的東西，可能評論過中共，或是他人在台灣時跟朋友討論過一些牆內禁止的東西，都有可能因此被抓。中共公安系統有所謂的手機取證機，是能破解你手機裡面的資訊，還能關鍵字查詢。今年廣東珠海航展也有展出過這套系統，帶各位看一下這段影片。大家好啊，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手機取證機，什麼意思呢？就是你只要把這個手機，通過 USB 線插到這個機器上，它就可以在這邊這個電腦屏幕上把你所有的這些數據全部都調出來。這個其實主要是公安系統用來取證用的，所以說大家千萬不要幹壞事。你一幹壞事，你看你的什麼 QQ 啊、微信的聊天記錄啊、紅包啊，然後你的各種微博啊，然後你裡面甚至包括像陌陌這些軟件聊天信息、短信。一股脑全部都出来，在上面全部都能以關键词的形式甚至是图片全部都出来所以呢，就是不要干壞事。你只要干壞事，手機一插進去，你裡面所有的證据就全部都跳出来。而且我剛刚也咨詢過了，就是不管是安卓、iOS 還是鸿蒙，這台機器呢，全部都可以破解然後呢，我問我說，就是如果說用這個密碼锁給它鎖住了，然後呢，工作人员說，最新的 iOS 18。即使这个密碼鎖鎖住了，也是可以直接破解，然後把裡面的這個證據什麼東西提出來的。就他們這個整個技術能力確實還是非常的強所以呢，這個希望大家一定要潔身自好不要進到公安局子裡面把你手機裡面的東西都掏出來。這影片雖然是這樣說但應該是有誇大，畢竟 iPhone 的 iOS 系統是資安防護出名的。而且牆內有其他中國網友發文，也是說 iPhone 沒密碼的話是不行破解。可是其他中國品牌的手機華為、小米那種應該就不用多說了。為邦不入對中共不了解的真的很容易被騙去，大家真的要小心。那今天影片後半段帶各位來看幾則粉紅送頭留言：有病就去治療，我說的是你，謝謝你這麼關心 Porter 老師，但我人很健康，吃好睡好。而既然你都知道有病要治療，你怎麼不治療呢？你這人很明顯就有一種罕見疾病，叫做邏輯缺失綜合症你的特效藥是閉嘴或是連吃3天便便，請你不要拒絕服用，建議你先試看看真的不行你再去找獸醫。笑死，說綠共錢的網紅又是什麼雙標？到現在還在講綠共，真的是快懶得吐槽了。基本上說這詞的本身就是在打自己臉，然後還同時告訴大家他自己有多無知。因為真的有綠共的話，你人早就沒了。跟着青鳥混，廢掉走軟炮跟着俺們混，上天開大炮，順帶吃香喝辣，啦，不要再騙了啦！就算不談牆內失業率逐步攀升，跟各地憲中事件持續發生，統戰紀錄片揭露那些舔共的，都說自己賺不多了，還爆料韓國人舔成那樣也沒賺多少，還跟着你中共混，等着被當韭菜割而已啦，還幻想吃香喝辣呀？吃地溝油跟柯基魚很活比較多吧？等清算吧，還要等多久？每年都有小粉來我頻道講這種屁話，然後又要年底了，想到之前那個來我頻道跟我賭說年底沒有5桶就要倒立吃屎的，是說還有人記得張濤那位小粉紅嗎？我現在也依然找不到那人在哪，都講到他了，也再次呼籲張濤，我猜你可能還在默默看我影片，只是你賭輸了不敢出聲而已。好啦，不然我再退一步了，不用倒立了你也不用吃完，你就坐着吃1口就好，已經折扣到不能再折了哦。張濤，你趕快出來吃，不要丟你北京人的臉啊！你之前在中國賺紅錢，先管好你自己吧。我建議你先管好自己的智商問題，不要這樣拉低人類智商平均值。你只要稍微有一點點查證能力，但凡你會打字，應該都能搜尋到我以前去中國是以國對國的身份。我沒有矮化台灣，也沒像那些舔共藝人發文說什麼我的祖國之類的，從來沒有。雙方平等尊重的條件下做生意，我是這樣的條件下去過又回來，而且回來之後從政治冷感中覺醒，就一路反共到現在。你不要自己沒
沒本事站着賺，就在那眼紅好嗎？像你這種高能兒啊，連跪着舔都沒錢，還要嘴別人，管好自己，可憐吶，沒路用啊！這個博主勾引大嫂被抓包啊，粉紅又開始來我這邊編故事造謠，是不是啊？但你們講這種話，明明你連自己都騙不了，為什麼要講嘞？被抓包就把證據貼出來嘛，不然你說那位被勾引的大嫂，你叫他出來講嘛？哈哈，買來的評論翻出來的粉紅，看到我的留言區常常會崩潰啊，講說怎麼跟在牆內那些粉紅愛黨愛國的留言差那麼多，但我沒買過留言啊。若真有的話，那你就是我買來的留言。辛苦這位粉紅演員了，謝謝你支持平反六四，也謝謝支持光復香港、台獨、藏獨。如果中共公安有看到這位粉紅留言的話，記得不要抓他，千萬不要抓他，他只是想支持民主自由而已啊。本人簽軍役沒或家裡人簽了沒？小粉很愛問這種就自以為有辦法威脅到他人，但事實上他搞不好連槍都沒碰過，還有臉管台灣人當兵沒？順帶提，我是憲兵退伍。小粉你要問這個，你解放軍報名了沒？OK， 今天影片就先聊到這邊。我是波頭王，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按讚加訂閱，也歡迎各位加入我 YouTube 頻道會員或使用單次超級感謝支持這個單元運作。那我們下次影片見，拜拜。